高达史上最大人间悲剧，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7集激战卢姆会战上。满史诗战斗机是联邦军开发的一款宇宙用战斗机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执行殖民星的防卫任务。不过这一型战斗机攻击能力比较低下，武器上仅配备了一门无后坐力加农炮，该炮的威力较小，很难对有装甲的目标构成威胁，不太适合在正规战场上进行作战使用。因此满史诗战斗机通常主要执行巡逻和侦察等低烈度的任务，非常适合殖民星上的守备部队装备使用。目前满史诗战斗机基本隶属于位于 Side 2的殖民星哈特防卫部队。然而自从吉翁公国成立后对联邦进行宣战，哈特就选择了站在吉翁公国的对立面支持联邦政府，结果开战没多久就遭到了吉翁公国的入侵。虽然哈特的防卫部队奋起反击，但自身装备的满史诗完全不是吉翁机动战士的对手，结果这场保卫战变成了吉翁公国单方面碾压哈特的战役。两方之间的战力相比已经用悬殊不足以形容，完完全全是吉翁在对哈特进行降维打击。基本上哈特的防卫部队直到全军覆没都未能发起一次有效反击。参与了这一场战役的兰巴拉尔中校也感叹道，这场战役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哈特的抵抗几乎不值得一提，这比兰巴拉尔之前在月球上参与的史密斯海那场战斗，比遭到全军覆没的联邦军铁骑中队，哈特现在的遭遇远比联邦军铁骑中队要来的凄惨。而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月球史密斯海这场战斗中，联邦军使用的型号为 FF-1F 的史诗战斗机是满史诗战斗机改进之前的形态，该型战斗机隶属于联邦军，主要部署在月面都市冯布朗使用。可以看到，联邦军的史诗与哈特的满史诗在造型上没有太大差别，其主要区别的地方除了多了跟直升机一样的起落架之外，在机体腹部装备的武器也有所不同。史诗战斗机装备的是加特林机炮，射速极快且威力要更强一些，但仍不足以对付吉翁的机动战士，加上自身没有装甲提供防护，很容易就被吉翁的机动战士反手直接击破。所以史诗战斗机的定位也是用于巡逻侦察的辅助机型，一般不承担主力作战任务，而且为了发挥多用途的功能，两个机翼下设有外挂点，可以加装各种吊舱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比如携带电子观察吊舱，来方便将前方信息传递给后方进行指挥。虽然自身机动速度很快，但终究自卫能力较弱，使得自身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较低，一旦被发现很容易被敌方击落。结果在月面史密斯海这场战斗中，在联邦军派出的5架史诗战斗机全部被击落后，使得负责指挥的皮萨罗级运输舰不得不冒着风险靠前指挥，结果被夏亚驾驶的扎古1型击毁，最终包括12架铁骑中队的钢加农初7型在内，联邦军在月球史密斯海这场战斗中全军覆没，直接以惨败收场。除了基于史诗战斗机改进的满史诗战斗机之外，哈特殖民星的防卫部队还有梭鱼级战舰，该型舰艇整体体积较小，相当于联邦军普遍装备的萨拉米斯级宇宙巡洋舰体积的一半，所以相应舰上的武装火力比联邦军的舰艇要差上不少。其前后共设有5门麦格粒子加农炮来作为梭鱼级主要的输出火力，并设有4座防空炮台来为舰艇提供防护。火力虽然不算强大，但用于打击宇宙用战斗机已经足够。对于不需要为战争准备的哈特防卫部队而言，满史诗战斗机和梭鱼级战舰这样的武装配置已经足够。不过很遗憾，哈特遭遇到的是使用新型机动战士的吉翁。在吉翁发动进攻了以后，哈特的抵抗没坚持多久，还未等到联邦军有所反应前来支援，梭鱼级战舰和满史诗战斗机组成的战力迅速崩溃，吉翁公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哈特。尽管吉翁发动对哈特的这场战争已经对殖民星的居民造成了重大伤亡，但哈特全体上下所有人继续抵抗吉翁的意志并没有就此动摇。其首府伊菲修岛殖民星内部做好了每个角落都要与吉翁进行抵抗到底的准备。此时已经有相当多的居民拿起了武器，然后组成队伍与哈特防卫部队共同抵抗吉翁。然而吉翁并不打算进入殖民星内部展开战斗，他们在吉翁总帅基连扎比的指导下，打算利用伊菲修岛殖民星发起名为不列颠作战的计划。该计划为了达成一举打败联邦军的目的，不惜以整座伊菲修岛殖民星上所有居民的性命，在殖民星外部增加推进器，使其脱离 Side 2位置，在挪到地球的近地轨道后，砸向位于地球南美洲加布罗地下1000米的联邦军总部，由此给予联邦军重大打击，来获得战争胜利。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那就是先对殖民星内部的居民全部消灭，以极短的时间完全控制
驻伊菲修岛殖民星，并杜绝了殖民星内部的人员对不列颠作战计划进行破坏的可能性。由于这个计划实在是过于反人类，所以在多兹鲁扎比中将将此计划安排给兰巴拉尔中校负责执行的时候，兰巴拉尔中校断然拒绝执行了这一计划。在经过一番争吵之后，兰巴拉尔退出了哈特所有的作战行动。之后，作为维密上级的处罚，将兰巴拉尔的军衔降到了上尉。尽管基西利亚扎比一度要抓拿兰巴拉尔进行问罪，但在行动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克劳利哈蒙的阻止，最终促使基连扎比和基西利亚扎比权衡之下选择不了了之。而不列颠作战计划并没有在兰巴拉尔拒绝执行的情况下终止，当时很快就安排了另一名人员来负责不列颠作战计划的实施。于是臭名昭著的GG 毒气注入艇就在这个时候登场。此类装备的造型看起来相当怪异，其外表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虫子抱着2个煤气罐的模样。虽然看起来比较怪异，但这个运输艇并不是 GG 毒气的专用运输工具，一开始就是类似地面运输用的液体罐车定位，放在各个殖民星之间，用来负责运输各种液化气体。因此，注入艇带有跟殖民星配套的气体注入接口，只要完成管道对接，在注入艇上操作就能完成将气体注入殖民星的工作流程，所以被吉翁拿来使用，方便往殖民星内部加快注入 GG 毒气。由于注入艇不是 GG 毒气的专用运输工具，为了尽可能避免沾上毒气，操作人员需要先做好防毒措施，再进行注入作业。毕竟 GG 毒气属于是接触皮肤就会致死的神经毒气，据称其杀伤力是氰酸毒气的100倍以上。就这样，这个极其反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兵器，很快就让哈特首府伊菲修岛变成了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一眼望去，整座殖民星的内部，所有生灵已经全部归零，到处都是一副凄惨的景象，包括早已躲进防空设施里避难的殖民星居民，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没过多久，吉翁便启动了早已安装完毕的动力装置，伊菲修岛殖民星就这样脱离了 SIDE 2位置，就这样越过月球向地球的近地轨道奔去。虽然联邦军组织了舰队进行阻止，但伊菲修岛殖民星过于庞大，难以迅速摧毁，而且吉翁在启动动力装置之前还对殖民星外层进行了加固，所以联邦军的行动已经为时已晚。伊菲修岛殖民星已经不可避免地砸向了地球，一跌入大气层后，殖民星的主体结构就被分成了3段，而主体结构之外的部分也开始迅速分崩离析。很快，这些散落的部分化成了一团团的火球，而主体这3个部分分别坠向了北美、太平洋和澳洲这3个位置。虽然没有按照既定的目标砸向南美位置的加布罗，但吉翁发起的这个不列颠作战却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使相当多的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直接造成人员死伤预估多达几十亿，再算上灾难后引发的疾病和饥荒等2次伤害，预计直接和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将数不胜数。面对如此惨状，联邦内部的各个成员国都将联邦总部的国旗降至半旗，以表示哀悼。但是比较令人感到气愤的是，这场战争并不会因此结束。以基连扎比为首的吉翁公国，在没有取得对联邦军完全胜利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就此罢手，选择结束战争。特别是总帅基连扎比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连高高在上的吉翁公王德金索多扎比几乎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连给这场战争画出边界、按下停止键都变得困难重重。于是，一场规模更加庞大的战争即将在鲁姆为之爆发。